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三家分晋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，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终结，战国时代的开启。随着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不断升级，众多小国被大国吞并，而那些曾经效忠于王室的大夫们逐渐掌握了实权。晋国曾一度称霸中原，到了春秋末期，国君的权力逐渐衰落，实权由6家大夫即韩赵魏、至范中行掌控，此外还有细栾等大家族，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力量，相互攻伐。后来范、中行2家被击败，剩下的4家中，智家的势力最强。春秋末期，越国灭吴国，勾践率军北上，举行诸侯会盟，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。智伯瑶执政后，对3家大夫赵襄子、魏桓子、韩康子说：晋国本是中原霸主，后来被吴、越夺去了霸主的地位，为了使晋国重新强大起来，我建议每家都拿出100里土地和户口归还给公家。我智家先拿出1个万户邑献给晋公，你们呢？3家大夫都担心失去土地后自家的实力会下降，都不愿意献出封邑，但他们心不齐。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1万家户口割让给了晋公，魏桓子也因惧怕智伯瑶的威力，同样把土地、户口让了出来。智伯瑶又问赵襄子，赵襄子拒绝了，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，到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交出去。智伯瑶命令韩魏2家一同发兵攻打赵家。公元前455年，智伯瑶率领中军，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，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，3路人马直奔赵家。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，便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。智伯瑶率领的3家人马很快将晋阳城团团围住。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坚决守城，不许交战。每当3家兵士攻城时，城头上箭如飞蝗般落下，使得3家人马无法前进一步。晋阳城依靠弓箭坚守了2年多，3家兵马始终未能将其攻克。有一天，智伯瑶到城外查看地形，看到晋阳城东北的晋水，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：如果把晋水引入晋阳城，不就能将其淹没吗？于是他命令士兵在晋水旁另挖一条河，一直通到晋阳，并在上游筑起坝，拦住上游的水。此时正值雨季，水坝上的水满了。智伯瑶命令士兵在水坝上挖开豁口，大水直冲晋阳，灌入城内。城里的房屋被淹，百姓不得不跑到屋顶避难，灶头也被淹没，人们只能把锅挂在高处做饭。但晋阳城的百姓对智伯瑶恨之入骨，宁愿淹死也不肯投降。智伯瑶邀请韩康子、魏桓子一同查看水势，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说：你们看，晋阳不是快完了吗？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，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。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的答应，心里却暗暗吃惊。原来魏家的丰邑安邑，韩家的丰邑平阳旁边各有一条河道。智伯瑶的话让他们意识到，晋水既能淹晋阳，或许某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。晋阳被水淹之后，城内的局势越来越艰难。赵襄子非常焦急，对门客张孟谈说：民心固然没有变，但如果水势再涨，全城就保不住了。张孟谈说：我看韩家和魏家追随智伯瑶并非心甘情愿，我去说服他们2家。当天晚上，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，先后找到了韩康子和魏桓子，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。韩魏2家犹豫不决，但经过张孟谈的劝说，最终同意了。第2天夜里，智伯瑶正在营中睡觉，突然听到一片喊杀声，他急忙起身，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，再一看，营中全是水。他以为是堤坝决口，但不久水势越来越大。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之时，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。赵韩魏3家士兵驾着小船、木筏一起冲杀过来，智家的士兵被砍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。智伯瑶全军覆没，他自己也被抓获杀害。韩赵魏为了免除后患，开始率军攻打智氏丰邑，一次杀智伯家族200余口，天下震惊。智家的土地也被3家平分，随后他们又瓜分了晋国剩余的土地。公元前403年，韩赵魏3家派遣使者前往洛邑拜见周威烈王，请求周天子将他们封为诸侯。周威烈王认为不承认也无济于事，不如顺水推舟，便正式封3家为诸侯。从此韩赵魏成为中原大国，加上秦齐楚燕4个大国，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。